爸，这是你女婿曹科特地给您淘换的82年6辽印，祝您福如东海。好女婿，还是你有心。爸，我准备的可是特供台毛，外面有钱都买不到。我的2个好女婿都有出息，不像某些讨债鬼。晦气的东西，谁让你来的？爸，今天是您70大寿，我没你这个女儿。看看你2个妹夫，再看看你那3个儿子，一个正经工作都没有，全是废物。大姐，爸过大寿，你就提个破纸袋子来啊！爸，这是您外孙承泽特意给您准备的寿酒，连个牌子都没有，不知道是从哪儿捡来的垃圾。看见没？这才叫酒。就是二姐夫这瓶酒抵你给人家扫厕所10年的工资了。承泽说这酒很贵重的。贵重？一个没工作的废物送的东西能有多贵重？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少说2句，彩娥顺着点你爸，今天他过生日。彩凤、彩华，我们姐妹好久没见。离我远点，一身穷香味儿！别在这碍眼了，客人马上就到了。看你这样子，也就能干点粗活了。滚去厨房帮忙，听见没？客人马上来了，别在这丢我的脸了。爸，怎么还要我请你去厨房吗？喂，妈，我们快到了，他们今天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妈没有受委屈，家里很热闹，你外公也很高兴。你们路上开车慢点。大哥，大姨家那曹欢宇的实习名额我已经批了，就在申一堂。还有3姨家那陈志超的创业资金我也对接好了，松山湖的项目干得不错。今天谁要敢让咱妈掉一滴泪，我就让他倾家荡产。彩娥，妈知道你这些年受委屈了，你爸他就是那脾气。这是你3妹去年送你爸的19年窖藏的老酒，你拿去就说是你买的，哄哄你爸。不用妈，我相信承泽，他说这酒贵重就一定不差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？妈也太偏心了，拿我的酒去给大姐充场面，怕你没看见人家还不要呢，真把他那破烂酒当宝贝了。二姐就这么让他蒙混过关了，我可咽不下这口气。怎么可能？我要让他在所有亲戚面前把脸丢尽。老公，你去车里把我上次买的那个酒品扫码器拿来呗。对，就是那个能扫出价格的。等会儿宾客都到齐了，我就当众扫一扫他那瓶贵重的酒。对，我看他还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各位亲戚好友，今天借着爸大寿，我有个事儿必须说清楚。妈，你刚才是不是把我去年送爸的19年窖藏酒偷偷拿给大姐了？我没有，我亲耳听见的，就在厨房门口。大姐，你也太不地道了，自己拿不出像样的寿礼，就撺掇妈拿3妹的酒来充面子。我没有，那瓶酒是妈要给我的，但我没要。够了！你个讨债鬼，拿一瓶破酒回来也就算了，还撺掇你妈偷东西，我的老脸都让你丢尽了。爸，我没偷，我带来的酒是承泽特意给您准备的。虽然包装简陋，但这是承泽托了好大关系，从一位老唐家手里买来的，真的很贵重。一个连工作都找不到的人，能弄来什么贵重酒？就是，编瞎话也得编个像样的。我看是路边10块钱1斤的散装酒吧。满口谎话，连你亲爹也要骗吗？你虚荣要有个限度。我袁铁算没有你这种丢人现眼的女儿。老头子，你少说2句！你们就这么看不起我的儿子们吗？我们说的是事实。你那3个儿子哪个有出息了？大姐，认命吧，穷人就是穷人，别装什么大尾巴狼了。好，既然你们一口咬定我的酒是廉价货，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赌什么？如果这瓶酒真是劣质酒，我袁彩娥当着所有亲戚的面给你们磕3个响头道歉。如果这酒比你们的酒都贵重，那你们俩就得兑现之前答应我的事儿。我们答应你什么了？彩凤，你上次不是说只要我能拿出像样的寿礼，你就把你家那套闲置的房子过户给咱妈养老吗？彩华，你也说过，只要我儿子们有点出息，你就把城南那个铺面的租金分妈1半，给咱妈做生活费吗？赌就赌，谁怕谁？你这酒要是能值钱，我名字倒过来写。老婆，扫码器拿来了。大姐，你现在认输，磕个头就算了，等会儿扫出来价格，想哭可就没地方哭了。二姐，快扫，让大家看看大姐的贵重寿礼到底值几个钱。各位亲戚看好了，今天我们就来现场打假。等等，在验这个垃圾之前，先让大家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寿礼。我的天，10万8！曹老板真是大手笔啊！二姐，快扫我的可是特供台毛。16万，这都够在我们县城买套房了。好啊，这才是我的好女儿、好女婿。大姐，看到了吗？这叫孝心。现在轮到你的宝贝了，别磨蹭了，快让大家开开眼吧。扫吧，这里面装的不是水吧？大姐，你就算穷疯了，也不能拿假酒来糊弄爸爸。我看就是工业酒精兑的毒酒。爸，按我们老家的族规，这种不孝不义、意图谋害长辈的人是要受家法的。你这个不孝女，不仅丢我的脸，还想害我的命。我再说一遍，这是我儿子特意花高价买来孝敬他外公的。你那3个废物儿子能拿出什么好东西？够了！
你们不是说这是假酒吗？不是说我会害死人吗？好，今天当着所有亲戚的面，我袁彩娥立誓，如果这瓶酒是假的，我任凭你们处置，绝无二话。但如果这酒是真的，你们两个就必须兑现赌约，给咱妈养老送终。好啊，今天我就让你死心，我今天就要亲手撕烂你的脸皮，给我走！我的酒，爸，大姐她害怕被戳穿，故意让瓶子上抹了油，想毁掉证据。这酒里肯定有毒，不然她也不会这么干。你这个不孝女！我养你这么大，你竟然想谋杀亲爹！爸，为了他们一句瞎编的话，你竟然打我！老头子，彩娥是你的亲女儿啊！这酒的香味儿不对劲儿，太不对劲儿了！王老板，就是一瓶劣质假酒，您别看了，走。你闭嘴！我老王卖了几十年的酒，就没闻这么纯的酱香，难道是世产的古法酿造的？竟然真的还有一瓶！天哪！快，扫码器呢？快拿来！看到了吗？泼辣辣火把我的机器都给扫坏了！呸！什么狗屁神仙佳酿！不是扫不出来，是这酒的价格远远超过这台扫码机100万的最高上限，数据太大，直接把系统冲爆了。你说多少？100万！我的100万售酒，我的酒啊！你这个败家女，你摔了我100万！不可能，爸，你别信他的，这肯定是他串通好来骗人的。对，肯定是他弄的假二维码来骗人的。你们还想耍赖吗？100万只是这台机器的上限，这酒还远远不止。我看你跟他是一伙的。就是爸，别听他在这胡说八道。哼，俩傻子！我告诉你们，这叫95至尊内部特供。5年前，天海集团内部拍卖会就这么一小瓶，拍出了400万的天价。400万，这都过去5年了，现在不得值600多万？你见过谁家好酒用个破纸袋子装的？对，我见过真正的95至尊照片，用的都是金丝楠木的盒子。对，没有金丝楠木盒就是假酒。那盒子太重，我嫌累赘就没拿。你自己听听，你说是什么鬼话？几十万的盒子你会不拿？这酒有没有盒子都是真品。我不信，除非你能拿出证据。要不咱们把熊安明老师请来，他可是国家1级品酒师，就在这附近喝喜酒。好啊，就请熊老师来当场鉴定，看这假酒还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对，等熊老师来了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。可以。熊老师，打扰您了，这儿有瓶好酒，想请您给长长眼。这香气，老王，我寻了一辈子的绝世佳酿，今天终于见到了。熊老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一群有眼无珠的蠢货，暴殄天物！这一瓶酒价值连城，你们竟然把它给砸了！真的，值几百万？哼，几百万就是对他的侮辱。这酒可是有价无市的。证书呢？发票呢？收藏证书呢？拿出来！对，没有证据，你说什么我们都不信。好，我就让你们死个明白。朱总，是我老熊。您母亲带来的那瓶95至尊，我今天有幸品鉴了。熊叔，喜欢就好。朱总，能否把这酒的电子凭证发我一份？这里有几只苍蝇需要见识一下。没问题，我马上到。你们要的证据马上就到。装神弄鬼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变出什么花样。820万。不对，你们看购买方天海集团，不是他儿子朱正佐，还有证书，落款是个叫杨洋的名字，这跟他儿子有半毛钱关系吗？大姐，你不会是想说你那个废物儿子是天海集团的老总吧？没错，人家公司买的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爸，原铁蒜老先生70大寿贺礼送到，天山冰种玉佛一尊，赠与原铁蒜老先生，祝老先生福寿安康。天山冰种，这至少值300万。千年何首乌一只，赠与原铁蒜老先生，祝老先生松鹤长春。天哪，千年参，百年乌，这可是无价之宝。松山湖研究院特制养颜胶囊1盒，祝老先生青春永驻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这玉佛肯定是我儿子志超的合作伙伴送的。我跟志超提过他外公大寿，没想到人家这么有心。这何首乌肯定是我儿子环宇的导师送的。爸，神医堂的首席专家知道您过寿，特意送来这些宝贝给您贺寿，真是太给咱们家面子了。我儿子环宇就是有出息，这才是咱们家的未来。就是我儿子志超的合作伙伴，那都是大老板。爸，环宇说了，等他进了神医堂，一定给你求个延年益寿方子。志超也说了，等他项目上市，就给你买个大别墅。你看看你，再看看你妹妹们，你就是我们老袁家的耻辱。为了不影响我这2个有出息的外孙，我今天当着列祖列宗和所有亲戚的面宣布，从今往后，我袁铁蒜没有你这个女儿，你给我滚出袁家！老头子，你疯了！她是你的亲女儿啊！你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赶紧滚！我看谁敢动我妈一下！妈，我们来晚了。
让您受委屈了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3个废物来了。朱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熊老师，您认错人了吧？朱神医，朱院长，自我介绍一下，天海集团朱承泽，820万一张，那酒是我买的。天海集团总裁神医堂朱承安，实习名单里的曹环宇，因其家人品行不端，即刻开除，永不录用。不，我的儿子！通知风投部，陈志超的所有项目因合作方信誉破产，撤销全部投资和技术支持，立刻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外公，现在我们是不是该算算我妈的账？承泽，我可是你外公啊！少在这装腔作势，我压根就没听过天海集团有你这个人。我告诉你，我跟天海集团的合作是王总亲自签的，价值上亿，我看谁敢动我！王总？没错，天海集团海城分公司的王总，他马上就到。王海，给你10分钟，到袁家大院。王总，你可算来了！他冒充天海集团高层，还想破坏我们的合作。朱总，我来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位就是我们天海集团的最高董事长朱承泽先生。跟他的合作取消。另外，袁家、曹家所有人永久列入天海集团合作黑名单。是，朱总，我马上办。不长眼的东西！我们天海集团怎么会跟你这种垃圾合作？大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大姐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！彩娥，我的好女儿，都是爸的错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我妈被你们羞辱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觉得错了？赌约该兑现了。我错了，我不该摔你的酒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霸占你的贺礼。够了，袁铁算，身为长辈，嫌贫爱富，对亲生女儿百般羞辱。我们袁家村容不下你这种无情无义的人。来人，按我们袁氏的家规，将袁铁算带去祠堂执行鞭刑，以儆效尤。不要，爸知道错了。天哪，蔡娥这3个儿子简直是人中之龙凤啊！袁铁算真是瞎了眼，把财神爷往外推。妈，收拾东西，我们回家吧。承泽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你这是毁了你表哥啊！对呀，承泽，志超的项目已经启动了，你们单方面撤资可是会违约的。没错，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单方面违约要赔偿3倍的损失。违约？你儿子陈志超以松山湖研究院合作方的名义违规贷款3000万，这笔账，天海集团法务部会跟你们慢慢算。还有你，曹环宇的实习申请中伪造了3份省级竞赛证书，按照神医堂的规定，不仅永不录用，我们还会将他的学术不端行为通报全国所有医疗系统。大家都是亲戚，不用做得这么绝吧？我妈被你们按在地上羞辱的时候，你们可曾想过她是你们的亲戚？彩娥，妈知道你受委屈了，可你爸他……妈，您多保重。袁彩娥，你别得意，你今天把咱爸害成这样，你就是不孝。对，全村人都会戳你脊梁骨的。我妈孝顺了一辈子，换来的是什么？是打骂，是羞辱，是被你们当成垃圾一样踩在底下。从今天起，我妈跟你们袁家再无瓜葛。我的酒啊，我的几百万啊，没了，全没了！你们这2个丧门星，都是你们害的，败家玩意儿，把我的财路全断了。彩娥，我的好女儿，你别走啊！放开我母亲！承泽，好外孙，我是你外公啊，这都是误会，咱们可是一家人啊！你羞辱我母亲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是一家人？大姐，我们错了，我们真的错了，求你原谅我们这一次吧，我们的孩子前途不能就这样毁了，大姐，求你高抬贵手啊！原谅？你们当众羞辱我，逼我下跪的时候，想过要我原谅吗？你摔我儿子受酒的时候，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？爸，从你为了2个妹妹要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，我们父女的情分就断了。妈说的没错，你们之前的欺辱不会因为流几滴眼泪就一笔勾销，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。我们走。彩娥，你不能走，我是你爸呀！我不想再看到你们。承泽、承安、承佑，别急着走啊，说到底都是一家人，血浓于水，有什么话说开了就好。对，村长你快劝劝他。村长，我母亲被当众掌拐的时候，您在哪？我母亲的寿酒被砸碎，被逼着下跪的时候，您在哪儿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现在一句血浓于水就想抹掉所有的委屈和羞辱，我母亲这些年受的苦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做错事就必须付出代价。就是彩娥多好的人，被他们欺负成什么样了？这袁铁算太势利眼了，活该！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晚了！你这个蠢货！打你都是算便宜你了。打我！我儿子的前途
全被你给毁了。袁彩华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现在好了，项目没了，全完了。那也不是我的错啊，是大姐的。还敢顶嘴？要不是你和你姐一样势利眼，会得罪这种大人物。这家全乱了。袁三丰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离婚。你也是，败家娘们儿，好好的生意全被你搅黄了。彩娥，我的好女儿，爸错了，爸真的错了，你别走。爸，你还记得吗？为了给俩妹妹凑学费，你让我辍学去南边打工。后来，为了给家里盖新房，你收了3000块彩礼，把我嫁给那个酒鬼。我被他打得半死，跑回家，你把我关在门外，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让我忍。爸，开门啊！我真的活不下去了。滚回去，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。最后，我被他赶出家门，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，你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过。爸，咱俩的恩情早就没了。把我们送来的东西全部带走，一件不留。你们要干什么？那是给我的寿礼，你们不能拿走。你配？我的钱啊！不能拿走，我真该死，我怎么就那么蠢？都是我的错！彩娥，他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外婆，我母亲心软，但我不是。这些年，她受的委屈你最清楚。你有真正帮过她一次吗？我，你只会让她忍。现在，我们不忍了。彩娥总算是熬出头了，有3个这么争气的儿子，可不是嘛？老袁家这帮人就是活该。嫌贫爱富，报应来了！你看袁彩凤跟袁彩华那样子，刚才还神气什么似的，现在跟斗败的鸡一样。哟，刚才不是挺能耐的吗？砸人家几百万的酒，现在知道怕了？别说了，求你们别说了！今天我最后说一次，我母亲袁彩娥从今往后与你们袁家再无半点瓜葛。我们兄弟给的是情分，不是扶贫。你们既然不讲情分，那就1分钱也别想要。以后你们是死是活，是富是贫，都与我们无关。我的好外孙，别走啊！全完了，什么都没了。 520万了，老头子吃点东西吧，你都1天没吃喝了。吃什么吃？那可是几百万，是我亲手打没的，是我亲手赶走财神爷的。我怎么就生了你们这2个丧门星？爸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要不我们去找大姐吧，去求她，她肯定会心软的。对，大姐最心软了，只要我们去求她，她肯定会原谅我们的。去，你们现在就去，把她给我求回来。这就是大姐住的地方吗？我们能进去吗？有什么不能进的？她发达了就想甩掉我们，没门儿！我们找袁彩娥，我是她亲妹妹，让她出来见我。女士，请问有预约吗？什么？见我姐还要预约？你赶紧去告诉她，就说她2个妹妹来了。抱歉，没有业主的通知，我们不能放任何人进去。我们真是她妹妹，让我们进去。请不要拉拉扯扯，保持距离。你们什么意思？狗眼看人低，知道我们是谁吗？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儿，你们担待得起吗 ？A 栋门口有2位女士，自称是朱先生母亲的妹妹，情绪激动。我母亲没有妹妹，按擅闯私人住所的规定处理。收到。2位，最后警告一次，立刻离开，否则我们只能报警处理了。完了，姐，她不认我们了。她说什么？袁彩凤，你这个败家娘们儿！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好了，你马上给我滚回来签字。全完了。姐，怎么了？曹可，他要跟我离婚。你看，那不是袁家那2个厉害的女儿吗？现在怎么跟落水狗一样？怎么样了？见到你大姐了？没见着。爸，大姐她不认我们了。程泽说他妈没有妹妹，我的家也没了。曹可要跟我离婚。没有妹妹，都是你们这2个蠢货！要不是你们狗眼看人低，非要去惹彩娥，我们家会变成这样吗？老头子，你疯了！我当初怎么就生了你们？现在好了，你们俩满意了吗？妈，放心吧，您的身体好着呢，就是以前太操劳了。妈，尝尝，这是我托人从国外空运回来的。你们啊，就是太小题大做了。妈的身体自己清楚，有你们在，妈这辈子值了。妈，我们不在的时候，您要照顾好自己。我已经给您请了最好的营养师和家庭医生，以后您的生活我们来负责。好，妈都听你们的，只是你们外公他……妈，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，您已经不欠他们任何东西了。妈知道了。妈，你知道我为了进神医堂熬了多少个通宵吗？现在就因为你全完了。还有我，松山湖研究院啊，本来板上钉钉的事儿，现在整个学校都在看我笑话，说我们家得罪了大人物，活该。
环宇，你别怪妈，妈也是想让你外公高兴，谁知道你大姨她……别提他！你们当时羞辱大姨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后果？现在好了，我的前途全被你给毁了。小雅，你别说了，妈心里也难受。难受？你们有什么脸说难受？天海集团的订单几千万的合作，就因为你们的势力全泡汤了。这个家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你们这是要逼死我呀！家散，全散了。铁蒜啊，身体怎么样了？老哥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你说，你能给彩娥带个话吗？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想着他干嘛？就说我快不行了，想见他最后一面。喂，村长啊。彩娥，你爸他病得很重，可能过不去这个坎儿了，他想见你最后一面。妈，你外公病重了，他还有脸见您？程佑，不管怎么说，他毕竟是我的父亲，血缘是断不了的。妈，您不想去就不用去，过去的伤害是不可能抹掉的。没有可是，您已经为他们做的够多了，这一面我去替您见。程佑，你妈，您放心，我会让他安心上路。程佑，好外孙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妈呢？回来了吗？外公，知道错了。我母亲心善，不代表她没有底线。我快不行了，我只想……你死不了。这是神医堂的联系方式，我会安排最好的医生和病房，所有的医疗费用我们承担。程佑，我就知道你最孝顺了，我们到底是一家人啊！是啊，你外公有救了。程佑，你看你表哥表姐的工作，我说了，我是医生，只负责治病。至于原谅，你们不配。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想让你看着袁家因为你的嫌贫爱护是怎么一步步走向衰败的，这才是对你们最好的惩罚。程佑，你怎么能这么跟你外公说话？他可是你亲外公。亲情？你们当众羞辱我母亲，逼她下跪的时候讲过亲情吗？你们砸碎我大哥送的寿酒时，又何曾念过半点亲情？大家快来看啊，评评理啊！这就是我大姐教出来的好儿子，对自己亲外公见死不救，还要断我们所有人的活路啊！有钱了就不认亲戚了，我爸要是有个3长2短，就是他们逼死的。行了，别演了。彩娥被你们欺负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说是一家人？就是你砸人家几百万的酒时候那股威风劲儿呢？现在知道哭了，晚了。彩娥要真原谅你们，那才是没天理。人家肯出钱给你爸治病，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。你们还想怎么样？还想扒着人家心血啊？这还只是个开始。二哥，外公这边我已经看过了，你安排神医堂的人过来吧。对了，顺便查一下我们那位好姨父曹可，他工作的单位最近是不是在搞评选活动？这个方案让小王再改改，明天交给我。曹可，你出来一下。李局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我们接到10名举报，你在这次的优秀评选活动中存在严重的违纪问题。什么？不可能，这是诬告！跟我们走一趟吧，组织会调查清楚。李局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冤枉的，让我接电话，快让我接！姨父，听说你单位在评选评仙，别误会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做人别太贪。是你，带走。手脚麻利点，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？不行了，我快累死了。姐，喝口水吧。现在才知道，当年大姐一个人带3个孩子有多不容易。是啊，我们以前真是混蛋。我们欠大姐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海集团举办的慈善晚宴，著名慈善家袁彩娥女士。大姐，我错了。爸，别说话了。我对不起你大姐，夏英。你一定要告诉他，那酒不该砸。你说，我告诉他。那巴掌更不该打。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他，我混蛋，我嫌贫爱富，我不是人。告诉他，下辈子我做牛做马还他。老头子，程泽、程安、程佑，你们来了。外婆，节哀。这是你们外公临走前让我写下的，下辈子再还。外婆，这些钱您拿着。我不能要。外婆，这是我们做晚辈的一点心意，您收下吧。以后您要照顾好自己，这是我们最后能做的了。妈，我们走了，您保重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